这里是不二酱。这次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在疫情与腐败肆虐的汉末，一个天才的中二病崛起了。这个中二病就是汉末年发动了黄巾起义的张角。知道这哥们的人不少啊，但是几乎没有人从他的角度去看历史。各种三国游戏里面张角也总是个菜鸡 boss 形象，其实历史上人家拿的可是中二男主的剧本啊。可能很多人以为作为起义军领袖的张角肯定是一个被朝廷逼得活不下去的屌丝，然而你看看他在发动起义前干的事儿，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在起义前，张角创立了太平道，掏钱养了一帮弟子，带着弟子一边给人治病一边传道10多年。你说哪一个屌丝能砸这么多钱和创业时间呢？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能够让屌丝卖命的人往往本身不是屌丝。张角的真实身份应该是一个出生于豪强家庭的有钱有闲的富二代。所谓豪强指的是崛起于西汉，做大于东汉，到了汉末已经是不可收拾的大地主阶层了。豪强的贪婪让本来就掌握大量土地的他们疯狂继续兼并土地，掠夺财产。汉末思想家仲长统在《理乱篇》中这样形容豪强的奢靡生活：豪人之士，年动数百，高田莽野，奴婢千群，屠夫万计。反正就是过得倍爽。当然具体有多爽我也描述不出来，因为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张角所处的时代呢，汉末人口将近6000万，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来说已经是接近峰值了。在这个人地矛盾尖锐的时刻，豪强依然一股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做派，继续兼并土地，剥削人民。朱门酒肉臭，物有冻死骨。大量的农民沦为地主家的佃农，或者四处流浪的流民，生活苦不堪言，国家的根基已经动摇。当时的皇帝是汉灵帝刘宏，这是一个三观很正的渣皇帝，他肯定是知道问题的严重性，问题是他管不了。因为豪强不但掌握了国家大部分的土地和钱财，由于汉朝的选官制度也是被地方豪强控制的，国家大部分官员本身也是豪强。现在摆在汉灵帝面前的问题就是不打击豪强，国家要亡；打击豪强，可能自己先亡。对此汉灵帝也很郁闷，改革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到哪天呢。那还是当鸵鸟好了，把脑袋扎进沙子里就能继续愉快的玩耍了。眼前什么都没有，自然就没有黑暗了呀。他开始放飞自我，众人宦官及其亲信在地方上大肆贪污敛财，自己也卖官鬻爵，收敛大量钱财，在皇宫戏园里面纵情享乐。最恶心的是，他居然还往人手杂交实验。我去！一个三观很正的渣皇帝，他当然明白人民的痛苦啊，
也明白救灾是缓和矛盾、重塑民心的好机会，所以几乎每次爆发传染病，他都会派人下去送药和治疗。面对汉灵帝先出手，张角的表现出他过人的胆量和头脑了啊！你先出手，而且资源比我强得多 ，OK， 老子拿命和你拼。为了赢过汉灵帝，张角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带着弟子跑到传染病人中间治病。你想想吧，就前一段疫情厉害的时候，咱一帮人别说跑到传染病面前治病了，出门大家都会觉得心里发颤吧。不得不说，张角绝对是个狠人。当然，人家这么干了10多年都没事啊。去治病的时候肯定也是就做了蒙面处理，相当于现在戴口罩，所以疫情期间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哦。张角治病的办法也很有意思，他持杖念咒语，让病人叩头反思自己的罪恶，然后让病人喝符水，如果病人抵抗力强，自己病好了就说，哇，你是因为信太平道好的，你现在是一个合格的信徒啦。如果你喝了以后死了，张角就叹息地说，可惜呀，你这个小伙子心不诚啊。张角治病的办法看起来是不是很扯淡，完全没有科学依据，但《后汉书》却说经过张角的治疗以后，病者颇愈，很多人还真的好了。我觉得吧，张角应该是懂医术的，他应该是在符水里面有放那个药，就虽然仪式并不是符合科学，但能够起到这个心理暗示的作用，就在药水和心理暗示的双重作用下，很多人还真的就病好了。张角这一套组合拳玩的是真的很厉害，就首先冒着生命危险跑去传染病那人治病，就让很多人觉得张角真的是很亲切啊，就是起码比起那些整天见不着面就知道剥削自己豪强和贪官污吏值得信任多了吧。再来他治病的方法啊，充满着仪式感，极其利于洗脑。凡是喝了符水以后病好的人及其家属，基本上都会相信病好和信太平道有绝对的关系，从而立马变身张角的忠实拥护者。我觉得张角如果活到现在，绝对是1等1的营销高手，弄个营销号粉丝能上1000万的。就这样，靠着超高的营销技巧，资源远不及朝廷的张角，反而成了这场真明星行动中的获胜者。10多年后，张角的太平道竟然发展壮大到了信徒数十万，遍布8个州。张角感到自己已经成为了站在时代顶端的操盘手，只要轻轻一推，腐朽的汉朝将在他面前灰飞烟灭。说到这，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你为什么说张角是个中二病啊？虽然人家想搞事，但确实搞得很成功啊，这还叫中二病吗？张角确实很厉害，而且首次组织出了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联动的起义军，具有突破性的意义。然后他接下来的行为展现出他确实就是个中二病，虽然是个顶级中二病吧，但也逃不出中二病的固有特点。比如想法太虚，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从这个张角提出的核心口号中就能看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口号不是一拍脑袋胡诌。据武德之说，汉为赤，五运之序，黄带赤，这口号核心意思就是说要干掉汉朝啊。可以看出，张角压根就没有思考过深层次的问题，他觉得一切就是汉灵帝和朝廷不好，干掉他们，一切问题自然解决了。这口号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均贫富，均田免赋之类真正思考过问题的比就显得很虚。黄天是什么？能吃吗？对于普通人有多大的吸引力？再比如做事不周到，容易出岔子。张角的计划确实很牛逼，黄巾军在8个州同时开花，在首都洛阳，张角布置了内应。如果这个计划能够顺利实施，汉朝真的就成马蜂窝了。然而计划和执行不是一码事，张角部署棒捷，黄巾军核心人员里面出现了叛徒，直接就把张角给卖了。朝廷知道张角计划后，立刻展开行动，把张角在洛阳的弟子和布置的内应一锅端，诛杀张角信徒1000多个人，并派人抓捕张角。没办法，张角只能提前起义了。由于被迫提前起义，张角只在河北、河南以及南阳地区势力较大，
其他地区势力比较小，各路黄巾军也是各自为战，毫无联系。张角设想的宏大计划算是完了，好好的一手天胡牌就这么成了天胡牌。张角估计自己都想拿块豆腐拍死自己了。作为一个顶级的中二病，张角显然没有那么容易被打败，他明白自己还是有优势的。好歹筹备了这么久，打你个措手不及，落花流水，还是能做到的吧？干吧！具体他们是怎么干的，就下期再说吧。我是第一次做视频，配音和剪辑都没有经验，费劲巴拉好不容易做出来，还是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能够看到这里的朋友，谢谢你们了。至于关注和3连的话，我就不强求啦，求的话你们肯定说下次一定呗。先拜拜啦。